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鹦鹉小木屋，我是 Jack。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介绍10个喂养鹦鹉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在台湾饲养宠物的人非常的多，而我们所饲养的宠物们，毕竟它们跟人类所需要的营养都不一样，因此我们在喂养宠物的时候，很容易忽略掉一些问题、一些细节，进而导致宠物它们有可能会出现营养方面的问题。例如，有些猫咪它们普遍不太爱喝水。野生的猫科动物呢，它们虽然会自主的喝水，但是另一个主要的水分来源呢，则是它们的猎物。因此，人工饲养的猫咪，如果你只让它吃干饲料，然后让猫它们自主喝水的话，没有搭配罐头啊，还是有可能会出现水量摄取不足。此外，有些乡下养狗常常会发现狗狗都吃人吃的食物，但是外表上面好像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样的异状。不过，经过研究与观察，它们如果长期吃人类的食物，其实是会导致狗狗它们挑食或者是营养不均衡，甚至它们的肾脏啊，它们的负担也会比较重。那鹦鹉喂食相较于猫狗，市面上出的产品相对的比较少，鲜食的制作还有营养比例上面的调配，也没有像猫狗那样容易搜寻到相关的资讯，因此更容易忽略掉一些饲养方面的细节。看到这里，鸟奴们是不是有疑问？那鸟店配好的饲料或者是滋养丸，不就是为了鸟宝设计的吗？那为什么鸟宝会越吃越胖？还有啊，我们如果每天喂食水果，到底是可以的吗？之前的我也有相同的疑问。那现在我们就马上来为大家说明10个喂养鹦鹉容易忽略的地方吧。第一点，喂食量要控制。许多鸟奴都是采用自助餐的方式供应食物给鸟宝。那么这种喂养的方式的缺点呢，就是鸟宝只要无聊啊，它就可能就会一直吃，进而变得更肥胖。因此，我们可以控制它们的喂食量。那我们应该喂食多少的量呢？那么一开始呢，我们可以先给把碗底铺平的量，然后观察鸟宝吃的量、吃的状况。那我们在这边我们要记住一个重要的重点哦，我们给它喂食的量啊，这个量最好是鸟宝一天可以吃得完的。如果过胖的鸟宝，可以斟酌减少饲料量。还有啊，我们可以把高油脂种子的比例降低，例如松子或是葵瓜子、尼日子、火麻、坚果等等。给鸟宝每天吃的食物的重量呢，并没有每一只都一样。即使是同一个种类，每一只鸟的体态、身体的状况，还有它们的食量啊，都不大相同。就跟人一样，每天观察鸟宝饮食状况，就会发现每只鸟宝都有适合自己的喂食量。还有就是饲料啊，要记得每天的做更换。尽量确保鸟宝它们吃下去的饲料都是新鲜的。那我们控制喂食的量啊，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将鸟宝一天食物的量分成2到3餐给食。这个方式啊，也是我自己最常用的方式。好处就是鸟宝它们不会一次吃太多，而也因为不是整天都有食物可以吃，它们也比较不容易挑食。在它们餐跟餐中间的时间呢，我们也可以给鸟宝一些零食，给它一些奖励，或者是进而去训练一些才艺，也会比较方便一些。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推荐给各位。第二点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就是喂食的比例。除了喂食的量要控制之外呢，喂食的比例也非常重要哦。如果说喂食的量控制得好，但是呢高油脂食物的比例偏高，鸟宝还是有可能会营养不均衡的。其实鸟奴也很容易忽略这一点，会认为说喂食的量明明有降低，但是鸟宝却还是不太健康。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又要秀出大家很常见的这个黄金比例图，真的非常的实用，很值得大家参考。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谷物的比例大约是占 25%， 滋养丸的比例也是占 25%。 当然我们最理想的状况啊， 45% 是让他们吃新鲜的蔬果。所以说如果你有时间，而且你也是愿意花时间用心的饲养照顾鸟宝的话，也可以特别注意营养喂食比例方面的资讯哦。好了，那第3点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挑食。很多鸟奴每天放完饲料就没有管鸟宝，鸟宝吃了什么、吃了多少啊，可能都不太清楚。其实每天啊，我们都要去观察鸟宝的饮食状况，透过观察饮食的方式，可以看出鸟宝它们是否挑食，而且它们的食欲是否有增加或者是降低等等。相信挑食这个问题啊，是大多数鸟奴的困扰，而家里的鸟宝只挑特定的食物、特定的谷物，而不吃蔬菜等等，却是非常常见的问题。如果将来打算养幼鸟的鸟奴，也可以从小就让鸟宝接触不同的食物，长大它对各种食物的接受度就会比较高。那如果说家中的鸟宝已经是成鸟的话，
各位可能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以及耐心去慢慢调整它们挑食的状况哦。那我们在这边就要列举3种最常见的状况。第一点就是只爱吃瓜子。如果发生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我们可以先从减少瓜子的比例开始做起，用循序渐进的方式让鸟宝习惯吃其他的食物。那第二点，只吃种子。如果各位家里的鸟宝它只吃种子的话，我会建议各位可以搭配一些滋养丸，可以让营养更加均衡一些。如果说各位要让鸟宝接受滋养丸，一样要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先在饲料里面加一点滋养丸，一开始它们一定会不吃，先别急，让鸟宝啃咬着玩，再慢慢调整谷物和滋养丸的比例。那滋养丸如果越放越多的时候呢，谷物就越放越少。那这样子速度呢，一定要慢慢调整，慢慢控制。基本上啊，都是会成功的。只是说啊，每一只鸟宝它们所需要调整、需要花费的时间长短啊，就不大相同啦。第3个比较常见的挑食状况就是不吃蔬果啦。那鸟宝它们的饮食不只有饲料而已，新鲜蔬果也非常的重要。而蔬果呢，跟平常吃的饲料口感比较不一样。鸟宝他们会接受比较慢，蔬果可以制作成觅食玩具的方式，让鸟宝去玩，玩着玩着，多少就会吃进去一点点。当他们有成功的经验之后，等鸟宝习惯蔬果的味道，就会慢慢开始吃。不过蔬果也没有办法放太久，如果各位给蔬果的话，大约放1-2个小时就要收掉。种子的部分，如果给蔬果的话，也要特别注意，要记得清理干净哦。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到第4点，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忽略的地方，就是喂食水果需要注意。首次让鸟宝接触鲜食，可以先从水果开始。其实大部分在台湾的水果啊，都非常有水分，而且又非常的甜，还有不同的口感。所以说鸟宝他们会接受的比较快，但是啊，并不是所有的水果都能够喂食鸟宝。例如像酪梨，就绝对不可以给鸟宝食用的。还有水果的果核、种子、果皮，如果能避免的话，都可以尽量的避免。喂食水果也要特别注意喂食的量。许多鸟奴啊会认为水果很好，就一直让鸟宝吃。但水果这种东西其实也是不太建议无节制的让鸟宝一直吃的哦。毕竟台湾的水果啊，大家都知道非常的甜，这一点再请各位多多留意咯。接下来进入第5点，你可能会忽略的是，就是喂食野外植物。如果各位想要让鸟宝饮食更加的多元，许多鸟奴在野外爬山，或者是在路边看到一些树啊、叶子啊，都会想要在野外摘那些植物或者是果实回家喂食鸟宝。但我自己是认为这些野外的果实啊、种子可能都是有一点疑虑啦。在野外采集的植物，可能免不了可能会有一些杀虫剂啊、农药或者是虫卵等等。那么野鸟带来的病毒的问题啊，也都存在里面。虽然说啊，我们会清洗这些野外采集的植物，但是有些东西毕竟肉眼是看不见的，也不能100%保证能够处理得很干净。为了鸟宝的健康，最安心的方式还是购买有机的蔬菜或者是自己种，那这样就是可以给鸟宝最高的品质啦。第6点要跟各位分享的是鲜食的处理。虽然说我们如果给鸟宝天然的生食，可以保留比较多的营养，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我们前一点讲过，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农药残留或者是虫卵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坚持让鹦鹉小木屋的产品都有经过农药残留检验合格的原因。我们在提供给鸟宝鲜食的时候，就像我们煮菜前一样啊，我们还是会先做一个洗菜的动作。我们会建议各位呢，可以先处理过再给鸟宝享用比较好。之前鹦鹉小木的企划也有跟我分享过，他在兽医院的时候就曾经遇过有人给鸟宝吃野外捡来的植物，饲主呢他是说他有清洗过，结果鸟宝的粪便还是拉出了很多的寄生虫。所以说我们在给予鸟宝鲜食的时候啊，真的要特别注意。我们在帮他们洗菜的时候，尽量还是用流动的水会比较好。那有些人会建议呢，可以用热水稍微烫过。发芽种子的部分呢，也要常常的冲洗，让种子啊它一直在最新鲜的状态。再来第7点，矿物质的补充。鹦鹉它们的体内无法自行合成或制造任何一种矿物质。矿物质的部分虽然只占鹦鹉它们一小部分而已，但是只要过量或者是有不足的话，都有可能会影响到鹦鹉的健康。那如果矿物质缺乏的话，要给它们吃一些什么东西来补充一下呢？其实鸟宝它们平时吃的谷物就含有矿物质，那么我们在给予它们的滋养丸当中啊，也添加了一些矿物质。我们在给它们的水果啊、蔬菜以及发芽种子当中，当然也含有非常多的矿物质。毕竟在野外的鹦鹉，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目前身体的状况自行选择哪一种食物要摄取多一点或者是少一点。所以说啊，我们在这边会建议各位鸟奴可以在笼内放置一些碘钙块，或者是磨矿石、墨鱼骨等等，以及贝壳粉啊，也都可以做参考。
让鸟宝它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自行做摄取。幼鸟还有生蛋的母鸟要尤其注意它们钙质的补充。幼鸟缺钙的话，容易影响骨骼的成长。最直接补充钙质的方式呢，就是在鸟宝的饮用水当中添加水溶性的钙粉，或者是使用墨鱼骨粉撒在它们的饲料当中。这种方式比起放钙块，还要更快速的可以让鸟宝吸收到钙质哦。第8点，维生素 E 缺乏。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维生素，缺乏维生素 E 的鸟宝它可能会出现无法进食，甚至瘫痪等等的状况。更严重一点，则是有可能会出现死亡。长期只吃谷物的鸟宝，它们比较容易有维生素 E 缺乏的问题，还有饲料放太久不新鲜，已经变质甚至发霉。所以我们应该要注意饲料的保鲜，不管鸟宝有没有吃完，每天都一定要换上新的饲料，还有不能只吃谷物，一定要搭配一些果干或者是新鲜的蔬果、滋养丸、蔬菜，这样才能够营养均衡。所以各位如果想要知道更详细、更专业的部分的话，一定要去洽询兽医师的专业哦。第9点，滋养丸。前面一直提到滋养丸，而大多数的兽医师呢，也是推荐鸟奴可以给鸟宝吃滋养丸。那究竟滋养丸它是什么样的东西呢？这边帮各位简单介绍一下。有些滋养丸它是使用天然的谷物、蔬菜、水果下去加工射出成型的食物，并且加入鸟宝所需要的营养素，有点像是猫狗的干饲料。市面上像滋养丸的品牌也都多得琳琅满目。滋养丸它们通常是由国外专业团队研究研发出来的，但也因为如此，许多鸟奴他们就认为说只给鸟宝吃滋养丸就很足够了。滋养丸这个产品呢，它的确是可以让鸟宝的营养较为均衡，但是还是有些人会说长期如果只吃滋养丸的鸟宝，它可能会出现营养过剩，导致不断发情肥胖的问题。所以说我自己是建议各位什么东西都不要过量的摄取。如果各位想要喂食滋养丸的话，同时还是可以搭配鲜食，还有一些谷物的部分，让鸟宝多元的做摄取。那滋养丸根据每一家的厂牌添加的食材、营养也都不大相同。那我自己是推荐各位可以不定期的更换滋养丸的品牌，不要让鸟宝一直吃同一个品牌。除了可以分散食安风险，其实生活起来也会比较有乐趣哦。最后一点，粪便观察。前面讲到每天都要观察鸟宝它们的饮食状况，那粪便的状态也是每天都要观察的项目之一哦。鸟宝它们的健康会最直接的反映在粪便上，每天观察才能及时的发现异状。如果各位在观察自己家里的鸟宝，开始发现它们的粪便跟平常不太一样，一样是记得给专业的兽医师做检查、做检验、做判断，才是最佳安全、安心、保险的做法哦。以上10点喂养鸟宝最容易忽略的事，各位有没有发现真的有很多喂养上面的细节容易忽略掉呢？最后再帮各位重点整理加深记忆一下啦。第1点，喂食量控制。我们透过控制每日喂食量，可以避免鸟宝无节制的吃，进而导致肥胖。第2，喂食的比例。要注意饲料内容物含量以及比例。如果各位平常喂食脂肪量比较高的话，肥胖的问题是非常常见，而且也是非常容易存在的哦。第3，挑食。挑食的部分它其实是可以改善的，只是需要花上很多的时间。转换饮食的时候，切记不可以转换太快，慢慢的，相信各位的鸟宝都可以慢慢的解决挑食的这样子问题哦。第4，喂食水果。水果的甜分很多，不建议让鸟宝过量的摄取。第5，喂食野外的植物。野外的植物需要注意杀虫剂、农药、虫卵以及病毒细菌的残留，即使清洗，还是有可能会存在一些肉眼看不清楚不好的物质。所以说建议各位可以购买有机的蔬菜，或者是自己种，是最安心的哦。第6，鲜食处理。各位鲜食带回家一定要记得清洗过，或者是说用热水烫过。发芽的种子呢，一定要必须注意新鲜程度。水果把果皮去除掉，避免农药残留的问题。第7点，矿物质的补充。会吃粪便的鸟宝有可能就是因为矿物质缺乏，所以说建议各位可以在笼内放置碘钙块、磨矿石或者是墨鱼骨，让鸟宝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自行做摄取。而母鸟和成长中的幼鸟比较容易出现缺钙的问题，所以说补钙的部分各位要特别留意哦。第8点，维生素 E 缺乏。鹦鹉它们不可以只吃种子，各位可以根据医师的指示购买一些保健的食品，但是也要记得千万不要摄取过量啦。第9点，滋养丸。
各位喂食滋养完的同时，还是建议各位可以搭配一些谷物、蔬菜，然后品牌不定期的做更换，可以给鸟宝不同口味上的享受哦。第10点也是最后一点，分辨观察。鸟宝它们的健康、身体状况都会最直接的表现在粪便上，所以说天天观察才能够最及时的发现问题哦。鸟宝的喂养呢，其实说真的没有到很简单，也没有到非常困难啦，但是就是有很多小细节需要特别注意。如果不小心忽略的话，长期下来可能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营养方面的问题。有些鸟宝它们到老了之后才会观察得出来，但如果我们可以从现在就开始注意，就能够比较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问题发生。最后，希望大家的鸟宝都可以非常顺利、平安的长大，健康不挑食哦。今天影片就差不多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啦。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的话，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最后，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也要记得订阅鹦鹉小木的频道，并且帮我按赞分享。别忘了追踪我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看看鸟宝们的生活动态。我是 Jack，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Jack。我们鹦鹉小木的饲料在2022年即将重磅回归啦。我们这次的饲料做了相当大的升级，主要有3大亮点要跟各位分享。第一点，农药残留检验合格；第二点，台湾在地水果干；第3点，合法高品质坚果。我们主打检验合格的鹦鹉认证饲料，严格把关所有原料品质，共同守护鸟宝健康。而且我们每一包的谷物饲料都是使用 SGS 认证的食品级真空袋独立真空包装的哦，给鸟宝最纯粹的健康。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在底下资讯栏找到我们的官网连结。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也期待制作更棒的影片。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拜拜。